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健康星球。提到补充蛋白质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肉、蛋、奶、豆制品，甚至蛋白粉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身边不少人其实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情况？有的是不爱吃肉，有的是觉得准备这些食材太麻烦，还有的是担心吃多了肉会有负担。可你知道吗？我们每天吃的水果里居然也有能提供蛋白质的种类，只是很多人从来没留意过。既然每天都要吃水果，选那些蛋白质含量相对高的，日积月累也能多补充一点，还能顺带摄入维生素、矿物质和膳食纤维，对整体健康都有好处。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详细说说12种蛋白质含量相对比较高的水果，包括它们的蛋白质含量，还有哪些营养优势，以及平时怎么吃更合理。第一种是番石榴，150克番石榴里能有4克蛋白质，在水果里算是蛋白质含量的冠军了。除了蛋白质，它的维生素 C 含量也很突出，比橙子还要高，还含有抗氧化成分和膳食纤维。平时吃的话，直接切块就可以，也可以放进酸奶、燕麦或者沙拉里，口感和营养都能兼顾。第二种是菠萝蜜，150克菠萝蜜大概有3克蛋白质，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口感有点像肉，所以很多素食者会用它来代替肉类做菜。虽然它的蛋白质含量没法和真肉比，但如果和豆类、谷物一起搭配着吃，就能组合出更完整的氨基酸，让营养吸收更全面。第三种是杏子，150克杏子大约有 2.3 克蛋白质，还有贝塔胡萝卜素、钾元素和膳食纤维。平时把杏子和坚果一起当零食，或者放进酸奶里，都是健康的吃法。第四种是黑莓，150克黑莓有2克左右蛋白质。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膳食纤维，150克里就有8克，对肠道健康特别有帮助，也能帮助稳定血糖。吃的方式有很多，直接吃口感酸甜，放进麦片酸奶里也很合适。要是担心新鲜黑莓不好储存，买冷冻的也可以，营养保留的不错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就能用。第五种是猕猴桃，150克猕猴桃大概有2克蛋白质，它的维生素 C 含量很高，还含有能帮助消化的酶，每天吃2颗猕猴桃能改善便秘问题。第六种是香蕉，150克香蕉大约有 1.6 克蛋白质，一个中等大小的香蕉蛋白质含量差不多在 1.3 克左右。虽然蛋白质不算多，但香蕉的钾元素含量很高，能帮助维持身体电解质平衡，运动后吃一根很合适。第七种是樱桃，150克樱桃大概有 1.6 克蛋白质，它含有花青素，运动后吃一点对身体恢复有帮助，另外还有褪黑素，对改善睡眠也有一定作用。第八种是石榴籽，75克石榴籽大约有 1.5 克蛋白质，除了蛋白质，它还含有能抗氧化的多酚，而且颜色鲜艳，加到食物里能让颜值提升不少。第九种是牛油果，半个牛油果大概有 1.5 克蛋白质，它的主要优势其实是健康脂肪和膳食纤维，蛋白质算是附带福利。不过牛油果里的健康脂肪能帮助身体吸收脂溶性维生素，对整体营养吸收很有好处。第10种是覆盆子，150克覆盆子大约有 1.5 克蛋白质，和黑莓一样，它的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，口感酸甜，平时可以单独吃，也可以放进燕麦酸奶里，不管是早餐还是下午茶都很合适。第11种是无花果，5个小无花果大约有 1.5 克蛋白质，还含有钾元素和益生元纤维。益生元纤维能帮助调节肠道菌群，对肠道健康很有好处。第12种是百香果，3个百香果大约有 1.2 克蛋白质，它的镁元素含量很高，镁能帮助维持肌肉正常功能。
百香果口感酸甜，直接挖着吃就可以，也可以加到酸奶里调味，能让饮品的味道更独特。讲完这12种水果，大家一定要清楚一点，水果算不上是特别好的蛋白质来源，哪怕是蛋白质含量最高的番石榴，150克也只有4克蛋白质，而普通成年人每天至少需要50克蛋白质。如果是健身人群，按照每公斤体重 1.2 到 2.0 克蛋白质计算，一个70公斤的成年人大概需要100到150克蛋白质，单靠水果不可能满足。所以水果的定位很明确，不能当做补充蛋白质的主力，它的核心优势还是维生素、矿物质、膳食纤维和抗氧化成分，蛋白质只是顺带提供的额外营养。我们吃水果呢，主要是为了让饮食更均衡，而不是主要靠它来补充蛋白质。不过呢，选择这些蛋白质含量相对比较高的水果还是有不少好处的。第一，能增加少量蛋白质。虽然每一种水果提供的蛋白质量不多，但如果每天多吃2-3种，累积起来也能多补充几克蛋白质，对整体蛋白质摄入也是个小助力。第二个，营养更全面。这些水果本身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抗氧化成分，吃它们不仅能补充一点蛋白，还能给身体补充其他必需的营养素，对整体健康更有利。第三，对消化和肠道好。刚才提到的黑莓、覆盆子、无花果这些水果，膳食纤维含量都很高，能帮助促进肠道蠕动，改善便秘，还能调节肠道菌群，对肠道健康很有帮助。这对需要控糖的人群来说也很重要。第四，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。水果里的植物化合物，比如樱桃里的花青素、石榴籽里的多酚，能帮助抵抗氧化，减轻身体炎症，尤其是对运动后的人群或者平时容易有轻微炎症的人来说很有好处。第五个，和其他蛋白质来源搭配效果更好。水果单独看蛋白质含量低，氨基酸种类也不完整，但如果和酸奶、坚果、豆类或者肉类一起吃，就能和这些食物里的蛋白质互补，让氨基酸更完整，营养吸收也更高效。最后呢，必须再提醒大家一次，水果里的蛋白质含量有限，千万不能指着靠吃水果解决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问题。补充蛋白质的主力还是得靠肉、蛋、奶、豆制品这些传统的高蛋白食物。真正想补够蛋白质，还是要靠整体饮食的合理搭配。每个人需要多少蛋白质，得根据体重、年龄、活动水平来计算。如果不清楚自己该补多少，或者不知道怎么搭配饮食，可以找专业的营养师帮忙制定方案，这样更科学也更安全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如果觉得有帮助，别忘了转发给身边的家人朋友。持续关注健康星球，养生不迷路，我们下期见。